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酒对偷添加壮阳药，为何成了个别保健酒的潜规则？这样的保健酒，你敢喝吗？保健酒里加西地那非、加伟哥成分是违规添加的。产品广告满天飞，宣传攻势铺天盖地。保健、滋补、壮阳、强身，保健酒真的有这些神奇的功效吗？对西地那非对这个活血功能障碍者它就好使，它就比传统那些东西好使。保健酒的壮阳功能啊，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这个酒呢，大多数时候是男人来喝，那么对于男人来说呢，好像壮阳这两个字啊，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呢，由于在中国这个社会文化语境里边呢，好像和性有关的话题呢，它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所以往往说起来呢，遮遮隐隐。你像有的时候哪个朋友给你拿来的一箱酒啊，或者其他某种药品、保健品，你吃吧，吃完准管用。好像这个话题啊，就有点这个不是那么明明白白。那么在这种暧昧的环境当中啊，相当长时间以来呢，好像中国人形成个概念，有一些东西啊，搁到酒里头就能壮阳，就管用，喝酒就好使。你看我们这次查出来这个，就69种保健酒里边，它这个名字可没有一种酒提到有这个什么西地那非呀，说这里边有伟哥成分，都是什么呢？什么路边酒，这什么鹿茸酒，什么参茸酒等等等等，就好像在这个酒里装上路边呢，什么鹿茸啊，马上就能壮阳一样。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根深蒂固的这种认识，现在你会发现这么多厂家往里违规的不告诉消费者，偷偷摸摸的添伟哥的成分了？那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原来那些成分不好使。有人说可别说不好使啊，好使，你要连喝个30-40年可能就管用了，连喝30-40年我能活得了那些年吗？可是偏偏我们很多消费者呢，愿意相信这种神乎其神的东西。就像有个开玩笑说，你要是能连续喝这个1200个月，我这牛奶你就能长命100岁。1200个月本身就100岁了，我还用连喝你这牛奶吗？就跟咱们有时候是开玩笑似的，这人真有福啊，一看就能活到死，那谁活不到死呢？其实就这样的玩笑话，偏偏在保健领域大行其道，很多人就相信啊，这搁上人参、鹿茸、什么藏红花呀、何首乌什么的，哎，我这就能壮阳了。所以这个好像在中国民间了，都成为一种共识似的。所以我说这个神话不光是无良厂家创造的，同时消费者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他就信这玩意儿。那么我们看为什么说在这个保健酒里加西地那非、加伟哥成分是违规添加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在这里添加这种化学成分是违法的。为什么违法呢？首先一个，西地那非，我们说伟哥的成分，它首先是个药，是药，你注意，只有病人才能吃。什么病人呢？就勃起功能障碍者，他可以吃这个药。那么你没有这个功能障碍的，你吃了这个也不管用，也没有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药，他给患者吃。那么如果你不是患者，这个药的副作用可能就找上你了。你比方说我们看这个伟哥的说明书里边明确提出，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是不能吃这个药的。可是呢，你把它添到保健酒里，保健酒卖的是什么人呢？我们搁到各大超市商场，是个人就能买，是个人就能喝。那好，你把有些人群不适合喝的这个成分放到里头来，你想想，这对消费者健康会起到多大的隐患？刚刚说的西地那非还有他达那非，这一类的都是一种西药成分，它对这个有一种科学化的作用，所以平时用的时候有些人会有一定的反应啊。如果加在酒里面，这个酒本身它有一个兴奋的作用，加在酒里面它就变得不饱起来了。对于一些本身这个脑血管、脑心血管有问题的人，加上这个，那可能出现一些意外。喝保健酒的人有不少是心血管有毛病的人，你说喝了这种西地那非成分的，万一他出什么事儿，谁来负责任？况且就是即使是伟哥成分搁到里头，不会起到什么危害作用，你也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我们买的这个酒是冲什么？冲着鹿茸啊、什么路边啊、人参啊、冬虫夏草，我们冲着这个去的。可结果呢，你搁伟哥糊弄我们，那么我们要想吃伟哥，直接买就完了呢，何必还你把伟哥拿去泡到里头再卖给我呢？而且这个卖涉嫌暴利，为什么？伟哥你看一粒是100块钱左右，那么厂家用这个西地那非可没那么贵。什么情况呢？基本是你要批量的买8毛钱一颗，
那么10颗就8块钱的西地那非能泡12斤酒，就能泡12瓶酒。你算的合着一瓶酒里才几毛钱，卖的时候100多块钱、200多、300多，甚至上千。咱们都知道保健酒那价格有的贵的吓人，而且这不是说是我们说不良厂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51家被曝光的全部是正规厂家，没有一家是假冒伪劣的小作坊，都是正规厂家。有人说这都奇了怪了，这些正规厂家怎么能出现这事？怎么检查的呢？问题是这些厂家呀，他们检查的方式是送检，就是把这酒做好送上去检查，人家不是下来在你产品里抽检。这一送检，我当然用传统配方配好的送过去，啥毛病没有。有人说，那你传统配方配好的卖这不行吗？不行，为啥？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项科学研究证明你里边泡上路边这酒喝下去，你就能壮阳。如果说你要感觉到好使，那说明啥？心理作用。你看我都花了钱了，我怎么还不好呢？你看，主要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你用那个料，你看咱们有的保健酒厂家宣传，我这酒里头有海马啊。有这何首乌，有鹿茸啊，有蛇胆等等，这么大一瓶酒，说这里所有刚才我说的成分都有，卖给你不到100块钱，你信吗？它成本都下不来。所以说传统的那种中药炮制的方式呢，比较贵，成本高。这8毛钱我买一颗这个西地那非，往里一放，一瓶酒出来了。而且我们也知道西地那非对于勃起功能障碍者来说吃下去真管用，它是。所以这一下子还见效快，还能留住消费者，我成本还低，那不良厂家难怪就要往里加西地那非。但是为什么这么干呢？说白了，就是为了追求我们说的非法的利益，说白了就是为了暴富吧。为了赚钱，我可以牺牲很多。打着中药壮阳的幌子，非法添加着西药伟哥的成分，从酒厂到药厂，究竟是什么样的暴利，让企业纷纷杀进保健酒市场？就8块钱的西地那非能泡12斤酒，就能泡12斤酒。你算的合着一瓶酒里才几毛钱，举着保健酒的牌子，却宣传着药酒的功效。一个是食品，一个是药品，它们两者的区别，您知道多少？从保健酒到保健品，又有多少忽悠人的伎俩，有待您擦亮眼睛，一一识破。老梁观世界，保健酒不一定保健，正在播出。其实这个现象何止保健酒啊，咱们现在市场上所有那些宣传壮阳的啊，什么中草药啊，传统的什么啥的，都是用西地那非糊弄你。你看非常常见，前2年有一个诈骗团伙用的叫什么深海鲨鱼软骨精胶囊，号称深海伟哥，其实根本不含任何深海的鲨鱼软骨，即使加上鲨鱼软骨，它也起不到壮阳的作用。里边加什么？就是加西地那非，加伟哥。那当时骗了不少人，各地方网站上卖的还挺火的。2013年10月15日，经消费者举报，因生产和销售含有长效伟哥成分的保健品，高伟、王建、陈军等犯罪团伙被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批捕。据调查，该犯罪团伙生产的保健品号称来自南太平洋1500米以下鲨鱼骨提取，新西兰原装进口，绿色安全的外国保健食品。这种产品就是被吹嘘为深海伟哥的鲨鱼软骨精胶囊。经检验，所谓的深海伟哥是套牌新西兰某保健品，没有半点鲨鱼软骨，是非法添加壮阳化学药物成分的假货。实际上，该犯罪团伙只是一个皮包公司，胶囊是托付小作坊出产出来的，但其夸大产品宣传，广告满天飞，号称全球第一个逾越传统男性商品，悉数开发男性潜能的公用商品。该犯罪团伙只用8个月时间，就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拥有了60多个销售代理商，最终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经市民告发，主犯被捕。这2年有时候你打开网站，经常阿拉伯男人为什么一个人娶好几个老婆？因为他有一种当地的草药植物。其实你把那个植物做的药，你拿过来一分析，里边主要成分西地那非，就是伟哥。再有最近火的都不行了，来自秘鲁的有种植物叫玛卡啊，这玛卡搁到酒里或者怎么吃都绝对壮阳。经过科学家研究一调研，里头主要成分西地那非，还是伟哥。就你现在看到的网上卖的很火的，顶着壮阳名义的，不光是保健酒，
就是那些保健品有一个算一个，都在用伪装骗人，这就是一个活生生赤裸裸的现实。咱们有很多人就迷信呐，哎呀，这个药，这吃药是不是对身体有副作用啊？咱用这天然植物、天然动物提取出来，是不是就没副作用？哎，你一这么想，你就受骗上当了。其实这个现象何止是我们说在保健品行业里有啊，就说它明明是这个应该是传统的中草药的序列的或者动植物序列，它加上西地那非骗你。在很多药品里头同样存在这个现状。你比方我有糖尿病，我对这个了解是非常清楚的，很多顶着中草药制剂天然降糖如何，吃了之后你吃完了以后你就可以随便香蕉啊什么酒你连吃带喝都可以了。就这种类似的所谓中药制剂，你调查降糖的胶囊、降糖的药品里边基本上都含有西药成分。就是我们吃的什么二甲双胍、拜汤平那些个西药里边的主要成分，往往和中药混到一块一添加做成胶囊，以这什么无副作用、无毒害作用什么的来骗你。就是现在降糖药里头相当多的药都是这么回事，你看着是中药，其实都是西药在起作用。现在一些不良厂家、不良药商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我刚才说这个保健酒这行当、保健品这行当里边，所谓壮阳的绝大多数是用西地那非糊弄你。说是传统的中草药、中药的动植物提取就不能壮阳吗？也能，像我刚才说来得很慢，所以就得搁西地那非来糊弄你。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行业赤裸裸的事实。所以你琢磨，就这次我认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这真是做了一件绝对的大好事。很早以来这个保健酒这个问题，包括保健品这个问题，就应该把它戳穿，顶着这个名义骗了多少老百姓的钱。当然很多老百姓呢也确实自己本身很愚昧，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还觉得这东西好使呢。我有5000多。就是你每个月5000多退休。哎。在这个保健上，就是自己的开销有多少呢？我说实话，真珍贵，我吃保健已经服了渣了。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这种状况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了。这次食药总局这个监管手段应该说是行霹雳手段，有着菩萨心肠，能够使很多上当受骗的人因此警醒。这次两高的司法解释的出台，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利器，可以说是我们严惩重处组合拳中的一记重拳。严厉到什么程度？依据这部司法解释和刑法相关条款，可以让那些为了谋财不惜害命的人倾家荡产，人头落地。当然，人头落地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饮食安全。那么保健酒这个行业这几年呢，和保健品还不一样。这个保健品呢，这个乱象呢，现在治理的整顿呢，已经见了一定成效了，很多人也不信了。可是保健酒这几年成为我们说这种诈骗领域的一个重灾区。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健酒是啥，其实都是白酒。现在这个行当呢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所以传统的很多白酒厂呢纷纷往保健酒这方向发展，能多分出一支来，能够多卖点钱。所以一个白酒厂往这转，再一个药厂也发现了保健酒是一个好的材料，而且保健酒本身给人印象就是往里加药嘛，它也往这上转，所以白酒厂和药厂都往这上转，这个保健酒这市场红红火火给做起来了。做起之后怎么办呢？就得打造概念。这打造概念就我前面说的，说什么东西好使，把它吹大了，然后说我这酒里含有这成分。现在保健酒也开始玩这套，包括前面我们说的玛卡往酒里放，先把玛卡功能夸大，然后再做玛卡酒。所谓壮阳作用全是里边违规的掺加西地那非才发挥作用。这保健酒这行当现在这么多人进入，而且打造的概念呢有一些很有商业技巧的。过去呢咱们一提保健酒呢，感觉那就跟药酒一样，其实保健酒和药酒根本不是一回事。药酒是治病的，它在药店里头、医院里头这卖，而保健酒呢是个地方就能卖，是个人就能喝。你药酒本身是商标上有药字的，保健酒是实字和健字，它属于一种食品，一种饮料酒。可是呢，这个保健酒和药酒的概念，有很多人相当时间呢把它含糊了。你像针对老年人的这个保健酒，往往都说它的功能什么心血管糖尿病什么都能治又壮阳如何的。其实我们国家商标法明确规定，保健酒是不能宣传你的功能的。
你这功效你把它当成治病的药那是不可以的。可现在保健酒厂家都在打这个沙片酒。你像我们说这51家被查出来这个违规的厂家，他在他的说明书里和产品说明里边有意无意都在提壮阳啊，什么这个对治疗疾病有好处什么的，这全是违规的。所以这保健酒和药酒很多人把它混淆到一块了。那么有人就在这上打造概念，原来说保健酒就是药酒，针对这个老年人、中年人的，现在扩大了。为啥呢？年轻人亚健康的比较多，而年轻人工作压力又很大。那好，针对你们，我们把这保健酒啊，由原来的说治病，我改成什么呢？喝出健康来啊，让你获得健康。就针对现在这种这个未老先病的现象，很多年轻人本身也是生活压力很大，出现亚健康。哎，喝酒推杯换盏过程当中喝出健康来了，打造健康的概念。喝酒能喝出健康吗？酒精本身对人的伤害功能不因为你里边添啥料它就有所改变。你像保健酒，相当多人根本不适合喝，青年人、这火力旺的人、儿童这都不适合喝，心血管有疾病的人、脑血管有疾病的人，这本身就不适合喝这种药酒，包括肝功能有损害的人，那种火特别旺的人都不适合喝。可是你这保健酒一吹能喝出健康来，什么不要贪杯如何如何的，哎，很多人就觉得我能喝出健康，那我就喝点吧。其实这根本就喝不出什么健康来。你最大的好处是索性别喝这酒，你不喝这酒才能获得健康。说喝酒那么健康喝出来，我没听说过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现在呢，他往这方向走，而且包装上越来越大气时尚，向年轻人这靠拢，往这个概念上靠，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消费。从精美的产品包装到夸张的广告宣传，普通的白酒是如何摇身变成了价格不菲的保健酒的？说你好酒喝出健康来，好好喝怎么如何的，其实它根本不可能真正的给你带来健康。一方面是消费者对保健酒缺乏认知，不信科学信偏方；一方面是行业标准缺乏，产品鱼龙混杂，保健酒的乱象究竟该如何治理？老梁观世界，保健酒不一定保健，稍后播出。现在保健酒也在走这条路子，往这上炒，说你好酒喝出健康来，好好喝怎么如何的，其实它根本不可能真正的给你带来健康。你真正带来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非常合理的饮食结构。在我刚才说酒，你不管怎么说喝出健康，你要是多喝了，它对肝功能对各方面身体还是有损害的。所以现在的保健酒呢，一方面打造概念，另一方面加入的这个厂家这么多，所以这市场现在被炒的高达200个亿的市值，所以很多人投入其中，才会出现这种乱象，既想低成本又想留住顾客。所以违规添加西地那非这事儿，恐怕今后你想彻底把它打绝了很难。它会针对其他方面再采用其他降低成本的方法，而且咱确实得承认，搁西地那非对这个勃起功能障碍者它就好使，它就比传统那些东西好使，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才会出现现在保健酒市场这种乱象。现在保健酒咱们国家根本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出台保健酒标准是啥，没有。所以正因为没有，这执法才这么混乱，才不知道依据哪个，才只能用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方式，说你违规添加化学成分，用这种方式。其实我认为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而是就是用传统那种方式根本不起作用，应该在这方面给肃清。但是我们现在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你看咱现在全国范围都形成共识了，你比方沿海地区说有什么海马呀、鲨鱼软骨啊，这好使。说南方就是手乌，说北方像我们老家东北，那就人参、鹿茸、鹿鞭。说西边藏红花、天山雪莲、冬虫夏草等等等等，好像这些玩意儿好使都不得了。还包括什么燕窝、鱼翅啊，如何有滋补作用。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就是因为稀少才显得珍贵，本身它的营养价值远远没有那么高。可是现在混到一块儿往出一拿，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东西好，我吃这个是身份象征，我花这么多钱了，我这身体还能不好吗？其实我说不良商家骗你是一方面，更主要是我们自己消费者本身的毛病。什么毛病？头一个偏听偏信，就认为传统这东西就好，就认为这东西这么稀少，吃了能没用吗？其实有的时候拿这个显身份呢。就我以前做过节目，燕窝真正的作用营养跟一个鸡蛋差不多，但就因为它少，你觉得比鸡蛋好使多了。像现在我们听到什么冬虫夏草这都没有厂家宣传的说那个功用那么大，可是咱们偏偏有人呢就信这个东西，不相信科学
给你带来的那些现实的能够治疗的方法，反而相信呢这些传统东西啊，说我吃药吃多了必有副作用，那个东西都纯天然的，相信这一套骗人的鬼话。就咱本身在科学面前显得很愚昧，不相信真正的科学，相信这些子虚乌有的一些神话传说。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咱很多中国人都有投机取巧心理。我说几个现象你就知道，平常大吃大喝，不注意控制饮食，生活完全没有规律，一旦得上病之后，希望我吃点药或者吃点保健品一下就好，那可能吗？隔过台上炕的事有吗？那烧开水前面99度你不烧，就想烧最后那1度，你就想喝到开水，怎么可能呢？那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你比方说你也想获得这个健康的身体，不是买个保健品吃点东西吃完我就好了，你得控制自己的饮食欲望，控制自己的生活规律，你得达到健康的生活水平。它是要遏制自己欲望的，是你要吃点苦才能获得健康身体的。哪有说你想获得身体健康，花俩钱买点药，花俩钱买点保健品，吃完你就好了？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所以说1000道1万呢，咱们消费者自己对保健品的这种认识是非常关键的。遗憾的是呢，很多消费者完全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抱着投机取巧的心理，抱着偏听偏信的这种习惯势力，在这个保健品市场上啊，被人家那些无良商家给骗。然后你总共花了多少钱？8万多。有一次打了最多是1万6。这个呢？这个是3天。这上面呢？这些是什么？是什么功效呢？不知道，也不知道。我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中老年观众朋友，不要盲目相信那些保健品什么的，受骗上当，最后你还没有获得好的身体。所以我说，无良商家道德低下，咱们管不了那么多，那是政府该管的，但咱总该把握住自己的一种思维方式，把握住自己一种判断力。这眼看呢到春节了，咱们中国就有这传统，甭管是单位啊、公司啊，都开个年会，年底大家聚一块吃顿饭。吃饭是吃饭，必须有酒。你看中国这4样：酒色财气。无酒不成宴席，无色路上人稀，无财谁肯早起，无气枉被人欺。无酒不成宴席，非得有酒不可。所以中国呢是世界上啊最古老的酿酒的国家，白酒也是世界上这几大蒸馏酒里最香的，历史最悠久的。那么呢，这个酒文化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包括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头涉及到事件人物，往往酒在这里边必不可少，有很多事情是靠酒来推动的，所以酒成了文学作品呢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那咱们今这个系列呢，说的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创作。那么金庸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写酒的武侠小说作家。那么他写酒最出名的是什么呢？《笑傲江湖》里有一段叫祖千秋论杯。这说令狐冲呢，别人送了他呢16坛好酒，一开坛酒香四溢。这时候令狐冲正准备大喝特喝的时候，高兴啊，突然间岸上有一人打招呼，我能喝2口吗？这个人叫祖千秋，是个江湖游侠，看着就跟一个落魄的书生一样，脏了吧唧的。令狐冲说，这有酒大家喝呀。因为我们说令狐冲笑傲江湖也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倒上这酒要喝，祖千秋说，不好，你这酒都是好酒，可惜呀，你看你用这个粗瓷大碗没意思。令狐冲说，先生你教导一下我吧，愿闻其详，得怎么喝呀？他一指这，你看这个玉碗盛来琥珀光，这汾酒得需要用这个玉碗玉杯来增酒色，所以喝汾酒得玉杯。你看你这一坛关外美酒，酒味好，但是少了一些芳烈之气，玉杯增酒色，犀角杯增骨香，酒的香味这了不起。说你喝这个葡萄酒得搁什么？那肯定夜光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说为什么葡萄酒颜色是艳红色的？老爷们喝这个有点粉气，女了女气，艳红色的。可是你盛到夜光杯里不一样了，这个酒色就变得与鲜血无异。岳武穆词怎么写的？壮志饥餐胡虏入，笑谈渴饮匈奴血，一下子增强了男子汉豪迈劲头。所以葡萄酒需用夜光杯。
百草酒，大自然采撷的植物搁到里头，这酒香的不得了，得用什么呢？用古藤杯，古藤配百草，百草配古藤，能增进酒的芳香。你在这高粱酒是中国最古老的酒，大禹治水的时候造的这个酒，这种酒这么古老，得用什么？用青铜酒爵，搁青铜器喝，这个酒的古意才能出来。所以什么酒搁什么杯，你一旦弄错了，那说明你喝酒能耐不够，学问还不够。所以这一番话说出来，把令狐冲说的心服口服，把我看的心服口服。说明金庸嘛很懂这个，而他这里头引用的诗词，你说哪一首是深奥的？实际熟悉诗词的观众朋友都知道，这基本上都是唐诗宋词里的经典名篇，就是金庸应用起来挥洒自如。所以我说金庸先生是个懂酒的人，而且对古文化研究很深。所以看金庸的书呢，需要开辟出多个视角，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解读金庸的书。你像他里头写人物，他这人物啊和酒都有甩不开的关系。他这里边有几位主要人物啊很有意思，金庸通过他们喝酒来展示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有的人呢喝的过去的酒，有的人喝的现在的酒，有的人喝的未来的酒。说什么人喝过去的酒呢？乾隆八部里的第一大侠萧峰，他喝的是过去的酒。说怎么叫喝过去酒呢？因为咱们知道萧峰的身世很悲惨，因为他打小呢，他父母是契丹的顶级武士萧远山夫妇，后来呢被这个骗子呀以讹传讹，谣传被这个大汉民族的这些武林高手啊在雁门关伏击他，说他要到少林寺啊偷这72绝技去，结果一场惨烈之战，大误会，他父亲呢跳崖了，他母亲死了，但是后来萧远山是侥幸活下来了。完了这时候其实是萧峰严格意义上说那阵就算孤儿了，幸亏呢少林寺的玄慈和丐帮的帮主王建通把他收留下来，交给少儿山下农夫乔三槐两口子给他养大，大一点呢又让他拜少林寺玄苦大师为师，是这么个身世。他和命运抗争，又干不过命运，但是又不甘心被命运摆布，他要抗争，所以成了江湖当中神人共愤的一个最大的仇敌。所以江湖上这些人聚到一块儿，在聚贤庄这儿研究怎么把萧峰弄死，因为他是武林一大祸害了。萧峰一听这消息，心里非常难受，而偏偏这个时候呢，由于他自己的一些遭遇连累了阿朱，他其实他心里头已经那阵爱上阿朱了。这阿朱受了重伤呢，非得让这个神医薛木华来给治病，而薛木华就在聚贤庄。萧峰索性到聚贤庄拜山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实他这个时候，他心里那种状态已经到了有一种自我要解脱的，我死就死吧，我受不了这么大个英雄被人冤枉，而自己什么都没干。所以带着这种郁闷之气来到聚贤庄，说是给阿朱看病，其实他自己想寻求一个解脱。这些英雄好汉一看正找你，你敢来？萧峰说我当然敢来。放眼望去呢，不是部下就是好朋友，就是长辈，都是过去的生死之交。今天来大家要置我于死地，我只能跟各位一一喝一碗绝交酒。这碗酒喝完了之后，咱就开打，是死是活，咱们地下阴间见吧。这辈子咱就不再交了。所以跟50多位他的好朋友啊、前辈啊，还是晚辈啊、部下呀，喝了50多碗酒。一碗酒相当于20-30杯，50多碗酒至少是1000杯。所以天龙八部这回回目叫聚饮千杯难而逝。喝完之后，酒碗往地上一摔，双方开打。这一战打得惊天地泣鬼神，惨烈无比。到后来杀红了眼，你也看不清谁了。甚至当初对他有授业之恩的丐帮西长老都死到乔峰手底。后来打到那程度，这是他爸爸萧远山把他给救过。所以这一场酒，绝交酒，喝的什么酒？喝的过去的酒。这个酒喝完了，你我今后那就不是这个状态了。说为什么萧峰喝过去的酒？这个性格刚烈的男子汉大英雄啊，你可以承受天大的苦难，他受不了什么委屈。
他曾经给阿朱讲过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就是他打小就受不了委屈，他家里头呢父母有病要请大夫，那个钱呢准备什么什么，结果没呢，所以就怀疑呢是萧峰呢把这钱偷走了买吃的了，怀疑是怀疑呢，又觉得对不起孩子，养父母就没吱声，就没钱看这病。这个钱不是萧峰拿，他心里受不了，就受不了冤枉。这才几岁大的萧峰，小孩呢，说因为这个养父母让这个大夫给撵出门，不给看病，这大夫是个坏人，几岁大就敢杀人，而且受不了委屈才杀人。就打小萧峰就是受不了任何委屈，性情刚烈无比，所以这造成有这种委屈上身，宁可我不活了，求得个解脱。所以他这碗酒喝的是过去的酒，所以这碗绝交酒看出萧峰惊天地泣鬼神之所在。后来敲了雁门，绝壁无余字，到雁门关看自己父母之前的事儿，最后呢到底投靠了他的父母之邦契丹，可是又不希望契丹来打南宋，打他养育他的这片土地，所以最后他采用什么方式呢？叫六军披义奋英雄怒，叫单于折剑，直接让耶律洪基你折剑发誓，我不杀你，终你一生，契丹一兵一卒不得过大宋之界，保全了大宋。可是反过来他一想，我是契丹人，对自己的国王如此不敬，违背父母之邦，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啊？把这剑拿过来插自己胸口自杀。33岁萧峰自杀，然后阿紫抱着他姐夫尸体顺雁门关跳下去，天龙八部至此一个大悲剧的结局。就是这一场绝交酒更显萧峰自觉之果断，自觉之悲壮。所以这是金庸通过酒写活了一个大英雄。这我们说他写了萧峰这样一个喝过去的酒。萧峰之后呢，金庸的书再写英雄写不了，为啥呢？没有哪个大英雄能伟大过萧峰。那怎么办呢？另辟蹊径写英雄，写什么英雄呢？笑傲江湖的英雄。这时候令狐冲闪亮登场。令狐冲也好喝酒，他喝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喝的是现在的酒，他没有过去的负担。为什么呢？他是个孤儿不假，可是打小爹妈是谁他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身世。从小呢就华山派呢宁中则夫人和岳不群掌门收留他了，把他呢定为华山派掌门大弟子。他打小就在这么一个跟师兄弟无拘无束的野孩子式的方式长大，所以他没有过去的负担。所以他喝酒呢，典型的喝现在酒，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像《笑傲江湖》一开篇，借助他几个师兄弟师弟师妹，说大师哥是个什么人，说大师哥好喝酒到什么程度，在大街上啊看着有个叫花子要饭，那个脏啊，身上泥得有3寸厚，鼻涕啊眼泪呀，反正就别提多脏了，捧着半葫芦酒，说这酒特别香。令狐冲说你给我喝一口，不给，我1两银子买你一口行吗？他说可以呀，把这叫花整哭了，说这个酒啊是猴酿的，那猴采的果子甜，酿酒好，我偷这个猴群呢，偷了这么3葫芦酒，剩半葫芦你一口呗。我说你别伤心，你不好酒我也好酒，来我请你上酒楼喝酒，领这么一个脏了吧唧的要饭到酒楼上喝酒，喝的一醉方休。就他喝酒不在乎年龄啊身份啊地位啊，多脏的人你是酒中同道，使劲喝没事。所以这个是他喝现在的酒，今朝有酒今朝醉，眼前高兴就行。包括你看他这个笑傲江湖体现在什么上呢？他交往的人让他的师傅这个伪君子岳不群非常头疼，他居然跟这个采花大盗田伯光混一块儿去了。因为《笑傲江湖》一开始就这段，田伯光裸了衡山派弟子夷陵那小尼姑，令狐冲为救他，跟着采花大盗这在一块儿谈兄论弟的，俩人还在一块儿喝酒，而且喝上酒之后啊，也把什么夷陵这些人都忘到脑后啊，咱俩喝酒就是交朋友，以至于这田伯光呢，一看碰着这么个人，还真拿他当朋友。名门正派弟子拿一个采花淫贼当朋友，所以也推心置腹的一退再退，稀里糊涂打个赌就把夷陵给放了。
包括后来呢，不戒和尚逼着田伯光说：“我女儿依林想令狐冲，你到华山四果崖顶上找令狐冲去。”田伯光真去了。令狐冲这时候明知道正邪不两立，还在自己的华山派地盘，他一样跟田伯光之间称兄道弟的，一样喝酒。他是一个典型的，不论别的，我顺着自己性子，我高兴便是高兴，非常洒脱的一种方式，就是无比珍惜现在。所以令狐冲跟萧峰一比呢，没有过去的包袱，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舒坦了，我高兴了，我的人生就满足了。所以这同样是一种非常洒脱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说，在《天龙八部》之外，通过《笑傲江湖》，金庸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令人悠然神往的人生境界。它或许不是高大上，但是确实让你感觉很神往的一种人生境地。所以这是喝现在的酒。还有一个主人公啊，喝未来的酒，就是说他是没过去的负担，眼下也稀里糊涂，反正有点什么事欲望诱惑他呢，他就往前推一步。喝这酒也是为这个。这人谁？张无忌。张无忌其实呢，他挺惨，是打小呢，爹妈呢在这个北极冰火岛生的他，而打小呢一出生就得到宠爱，亲生爹妈不用说了，还有个瞎了眼睛的义父金毛狮王谢逊。可是后来一回到中土，很短的时间之内，爹妈在他眼前自刎，就是因为不肯透露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结果六大派等于是逼宫在这个问题上，他俩又不想连累恩师连累张三丰，自刎了。张无忌实际身世挺惨，爹妈在眼前死的。可是接下来呢，张三丰因为这个问题呢，无比疼爱他。他是他师爷吗？这玩意儿隔辈亲爷急孙，所以张三丰特别疼爱他。而他这些叔叔大爷因为他爸爸他母亲自刎了，所以更加疼他。所以你看起来他好像挺惨，却是在万千宠爱之下长大的。后来机缘巧合呢，练了乾坤大挪移、太极拳、九阳真经，最后当上了明教教主。这还不说，有权有势不说吗？那小女孩漂亮的乌泱排队的爱他，什么小昭啊，什么赵敏呢，周芷若啊，殷离啊，好多人都喜欢他。所以他其实是个什么呢？就是什么想得到的都得到。所以他这人就难免有点没心没肺，带点文艺青年的那种浪漫范儿。所以他对有些事儿，对过去没负担，眼下呢他也没什么筹划，说我一定要干点什么，说我将来这个带领明教获得天下，他没那么大野心。所以后来才让朱元璋有可乘之机啊。所以他的一切举动和过去无关，和当下也无关，他是个跟着感觉走，琢磨未来的人。怎么琢磨呢？就我说跟着感觉，跟着欲望走。典型的他喝酒，他这喝酒里写张无忌就那么几回，都和赵敏有关。这赵敏呢，这既妖艳又有手段。你看他头一次跟张无忌喝酒呢，是他把六大派呢给抓起来了，张无忌去救六大派的人，赵敏就刁难他，那你得跟我喝酒。怎么喝呢？其实这是挑逗他的，一般人扛不住。这张无忌其实也没扛住，到后来他已经和周芷若订婚了，就第二天咱们就在大都这完婚。头天晚上张无忌出来在街上转悠，心里头不安分呐，因为明天这过去我歌嘛，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大家知道这歌吧？好像叫什么心语啊，90年代都臭了大街了，哪个歌厅都上。张无忌也想这事儿，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郎，也难受，想赵敏。难道是我心中对赵敏念念不忘，如此撇不开，放不下？鬼使神差，他溜达到街上一个小酒馆里去。这个酒馆当初他跟赵敏在这见过。你就说这人呢，有时候哪是说偶然撞上，天底没有偶然的事儿。每当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你我曾经相遇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这当年千百惠唱的，这我们那时候正谈恋爱，一听这歌晕了，不行了。所以这张无忌呢，顺顺利利就溜到这儿了。他到这儿，赵敏也到这儿，说白了，俩人同时都要纪念过去的爱情。
看着好像在这里纪念一把，要把爱情埋葬，其实时刻准备着一场意外的邂逅。咱有不少人琢磨这事，哎呀，很悲惨呐，咱俩就不在了。其实一旦有机会，还会愿意往一块凑合。俩人在酒馆见着了，一见着这俩人，你想这干柴烈火似的，这通喝呀，这直接为第二天他跟周芷若拜堂。赵敏这时候大闹婚堂，手里拿着谢逊的头发。张无忌一看，你这我义父命攥你手里，我得跑。表面是为自己干爹怎么着，其实是真追赵敏去了，是打这幌子呢。所以张无忌处处被动，得别人催。他被动，别人靠什么呀？靠欲望来勾引他，让他跟着感觉走。就他喝着酒，喝的是明天的酒，他不考虑当下，更没有过去的负担。所以我刚才说呢，萧峰喝的过去的酒啊，这个令狐冲喝的是当下的酒，现在的酒。张无忌喝的是未来的酒。可能你说老梁你真能扯啊，我看这个金庸小说也没看出这些来，你慢慢琢磨。他的小说为什么上至学者教授，下至贩夫走卒，凡有华人处尽皆读金庸书，能到这个程度呢？他一定有他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内在的人文内涵。我只不过呢是从金庸的书里呢摘出某一个角度，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些传统文化的角度扎到里头，好好的理解金庸的书，理解金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和对人物刻骨铭心的这种刻画。所以从这个角度读金庸的书一遍不够，2遍3遍可能才能读出点味道，4遍5遍里头的真谛你或可掌握10至7、8左右。所以希望大家读别人的书，世界名著也都能有这种精神，那才不枉来人世阅读这么1回2回。